大家好，我是 Younger。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在新加坡买房，为什么有人一套房可以净赚320万新元，但也有人持有11年，最后还是亏钱出场？而且更夸张的是，这两种情况不是发生在不同国家，不是不同市场，甚至不是不同年代，就是在同一个新加坡房地产市场里同时发生的。很多人一直有一个默认认知，新加坡房产是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但如果你真的去看最近的成交数据，你会发现一个很扎心的现实，有的人拿着房子20年，最后赚到的是一笔非常稳定，甚至接近确定性的收益。但也有的人明明买在核心地段，房子看起来更高级，结果10几年过去，不但没赚到钱，反而一直在亏。所以问题就来了，新加坡房子还值得买吗？为什么同样是买房，结果可以差这么多？更关键的是，这种差距到底是运气还是有规律？这一期视频我们就用3个真实发生的交易案例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你看完之后至少会明白一件事，你以后买房到底是在投资还是在踩坑。先来看3个真实发生的交易，而且时间都非常接近。第一个是赚最多的一笔，在5级芝马有一个项目叫 Fifth Avenue Condominium， 一套4房单位在今年4月刚刚成交，卖了480万新元，但重点不在卖价，而在他当年的买入价。2004年这套房只花了160万，也就是说这一进一出，业主净赚了320万新元。如果拉长到21年的持有时间来看，年化收益大约是 5.3%。 听起来不算特别夸张，但你要注意一个细节，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赚钱模式，没有暴涨，没有投机，就是时间加资产本身慢慢累积出来的结果。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在 B3 有一个项目叫 Clover by the Park， 一套1744平方英尺的4房单位，在今年3月底卖了355万新元，而他当年在2009年买入的时候只花了125万，这一单赚了大约230万新元，持有接近17年，年化收益大约是 6.5%。 你会发现这2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都赚了，而且赚得很稳。但如果你看到这里就觉得，那新加坡房子不就是随便买都能赚吗？那你就很容易掉进第3个案例的坑。来看滨海湾 Marina One Residences， 一套2房单位今年4月卖了216万新元，听起来好像也不低，对吧？但问题是，这套房在2014年买入的时候是242万，也就是说这一单是亏的，亏了大约26万新元。如果算上11年的持有时间，年化收益是负 1%。 而更关键的是，这不是个例，今年这个项目已经有8笔成交，全部都是亏损，亏的少的10几万，多的甚至接近80万。再往前看1年，2025年一共34笔成交，其中31笔都是亏钱的，最大的一笔亏损超过100万新元。也就是说，有一整类资产在过去几年里是在持续消化高位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同样是在新加坡买房，有人赚了几百万，有人却10几年还在亏，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只是运气。那真正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先讲第一个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实最关键的因素，时间。刚刚那3个案例其实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摆在你面前了，但大多数人会忽略。你有没有发现，所有赚钱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时间特别长。5级芝马那一套持有了21年， B3 那一套也接近17年，而且他们的年化收益其实并不夸张，大概就在 5% 到 6.5% 之间。这个数字如果你单独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好像也没有很高，但问题是它稳定。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资产每年给你 5% 左右的回报，看起来不惊艳，但如果它可以连续给你15年、20年，甚至更久，最后拉出来就是几百万的差距。这才是房地产真正的赚钱逻辑。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短期暴利的工具，而是一个时间放大器。但问题也刚好出在这里，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准备长期持有，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买了之后过几年看看能不能涨，涨了就卖，没涨就等等，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现实是房地产市场是有周期的，
你买的那一刻很可能刚好在一个阶段的高点。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进场，然后又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去熬，那你看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10几年过去还在原地，甚至倒退。这就是为什么滨海湾那个案例会出现持有11年还亏钱的情况，不是因为新加坡房地产不行，而是因为时间还不够长，或者说没有穿越周期。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你一定要记住，房产不是用来赌涨跌的，而是用来换时间的。如果你没有打算拿10年以上，那你其实是在用一个长期资产去做短期博弈，而这种玩法大概率是输的。但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那我只要拿得够久，是不是就一定赚钱？那你又会踩下一个坑，因为时间很重要，但它不是全部。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东西。很多人一开始都会以为买房最重要的是地段，甚至会觉得只要是核心地段就一定安全。但如果你回头看刚才那个亏钱的案例，你会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地方，滨海湾是不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地段之一？答案是肯定的，但问题是它依然在亏钱，而且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面积亏损。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误区，地段好，投资就一定好。那真正决定差距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地段，而是你买的产品类型。我们把刚才那3个案例拆开来看，你会更清楚。5级芝麻那一套为什么能稳稳赚320万？它的核心不只是地段，而是几个叠加因素：学区属性、低密度、永久地气、长期自住需求稳定。换句话说，这种房子不是靠炒的，而是靠有人一直要住。再看 B3 那个案例，它不是最顶级地段，但它有一个很关键的优势，成熟社区加 MRT 加改善型需求。这种房子市场永远有人接盘，因为它解决的是真实生活需求。但再看滨海湾，很多人买它是因为地段核心看起来很高级，有投资想象空间，但问题在于它的本质更偏投资型资产，再加上99年地气，很多人在高位买入，自住需求没有那么强，结果就变成一旦市场进入调整期，它就很难撑住价格。你可以这样理解这3种资产的区别：5级芝麻抗跌型， B3 稳定型，滨海湾波动型。而大多数普通人最大的问题是用买来自住的钱去买了偏投资属性的房子，看起来更高级，但风险反而更高。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一个房子未来有没有人接盘，不是看它有多贵，而是看它有没有真实需求。如果它只是看起来很漂亮很中心，但真正需要它的人不多，那它的价格其实是很脆弱的。到这里其实你已经接近答案了，但还差最后一步。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赚320万，而有的人却被套11年？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一个组合。讲到这里，其实你已经看到规律了。有人赚320万，有人亏了11年，表面看是结果差很多，但本质上差的不是运气，而是一个组合。买入时机加产品类型加持有周期，这3件事只要有一个错了，结果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先说第一个，买入时机。如果你是在市场相对低位或者价格合理的时候进场，那你天然就有一个安全垫。但如果你是在高位买入，哪怕你买的是核心地段，你后面要做的很可能就不是赚钱，而是等市场帮你解套。再说第二个，产品类型。如果你买的是那种有稳定自住需求的房子，比如学区、成熟社区、交通便利这些，那即使市场有波动，它的价格也更容易被支撑住。但如果你买的是偏投资属性的产品，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情绪，一旦热度过去，价格就很难维持。最后一个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持有周期。很多人其实不是输在买错，而是输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耐心拿得够久。房地产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曲线，有上涨，有回调，有横盘。如果你在一个回调阶段被迫卖出，那你看到的就一定是亏损。但如果你能穿越周期，很多波动其实只是过程。所以这3件事你可以这样记：买对价格是起点，买对产品是方向，拿得够久是结果，少一个都不行。
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新加坡房子还值得买吗？答案其实很现实，它不是一个稳赚的市场，但它是一个有规律可以慢慢赚的市场。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是用短期思维去做一个长期资产，那你很容易焦虑，甚至做出错误决策。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一个需要时间、需要选择、需要耐心的资产，那它大概率会给你一个还不错的结果。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更能接受哪一种？稳定但慢的收益，还是高风险可能亏损的波动？欢迎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个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用真实数据帮你看懂新加坡的房产逻辑。